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恐怖故事时间。深夜的车站隐约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压迫感。我站在月台上，看着空无一人的四周，只有远处微弱的灯光映照着残旧的车厢。每次加班到深夜，我都会从这个车站搭末班车回家，但今晚的车站似乎格外异样。风吹过来，带着凉意，像是有人从背后轻轻吹气。站台上的灯光微微闪烁，像是快要熄灭似的。今天的地铁运行明显比平常晚，我等了很久，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旁边的广播系统早已静默，不再报告列车进站时间，好像整个车站早已被遗忘在时间之外。我望向列车轨道，空荡荡的轨道深不见底，像是吞噬一切的黑洞。这时我听到一阵细微的脚步声，像是有人从远处慢慢接近，脚步声轻轻地回荡在空旷的月台上。我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有人在那里吗？我鼓起勇气喊了一声，回应我的只有死寂。就在我感到不安，犹豫要不要回家时，远处的黑暗中浮现了一道身影。他穿着一身旧式的黑色风衣，站在月台边缘，低着头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他的背影看起来很熟悉，但无法说出来在哪见过。我走近了一点，那人却突然动了，缓缓转过头来。他的脸苍白无血色，眼神空洞，好像眼睛里只剩下黑暗。我心头一紧，步伐本能地后退了一步。这么晚了，你也在等车吗？那人忽然开口，声音冰冷而低沉，像是从地底深处传来。是的，我勉强点了点头，盯着他，不知该如何回应。他微微一笑，那笑容诡异的让人不寒而栗。很久没有遇到同伴了呢，最近这里人烟稀少，这个车站似乎被遗忘了。你也经常在这里等车吗？我勉强自己平静地问道，但心里已经警铃大作。他轻轻点了点头，低语道：是的，我在这里等了很久，等了好久好久。他话语未尽，却让我感到一股阴寒从脚底蔓延到全身。我本能地想要离开这里，于是移开视线，准备寻找出口。就在此时，地铁列车的轰隆声响起，似乎从远方驶来。车来了，我忍不住脱口而出。然而当列车靠近的时候，我发现那辆车的灯光异常昏暗，车厢内空荡荡的，没有半个人影。更奇怪的是，车窗上竟然模糊地映出一个个模糊的人影，像是一群透明的影子聚集在一起，无声地注视着我。列车停下，那位黑衣男子不发一语，走向车门，消失在车厢中。我感到一阵寒意，犹豫不决，不知该不该上车。可当我回头时，整个月台已经被黑暗吞没，没有其他去路，只剩这一条路可以选择。终于，我硬着头皮走上了列车，车门无声地关上。车厢内阴暗压抑，只有微弱的灯光闪烁着。我坐下后，感觉到一种异样的安静，仿佛整个车厢没有其他人存在。列车开动，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，但那些景色却似乎不断重复着相同的场景，一片又一片无尽的黑暗，偶尔掠过几根生锈的铁轨。这列车像是永远没有终点，只是一直在黑暗中驶行。突然，车厢里传来一阵低语，像是有人在耳边喃喃自语。我转过头，看到刚才的黑衣男子坐在我对面，嘴角依旧挂着诡异的笑容。你知道这辆车的目的地吗？他轻声问道，语气里充满了阴冷的意味。我摇了摇头，喉咙似乎被什么堵住了一样，无法发出声音。这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列车，载着那些未曾被找到的亡魂。他低语着，眼神空洞而深邃。每一站都在等待失落的灵魂上车，直到他们找到真正的归宿。我的心跳急速加快，想要逃离，但列车依然以同样的速度前进。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禁锢着我，让我无法移动分毫。四周的阴影似乎开始变得扭曲，形成模糊的脸孔和身影。他们在黑暗中无声的哭泣、低语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冤屈与痛苦。你也是其中之一吗？我强忍恐惧，颤声问道。他微微一笑，低语着：是的，曾经的我也是像你一样，
深夜在这里等待着，但永远没有等到回家的车，直到成为这列车的一部分，等待着另一个灵魂的到来。话音刚落，他的身影渐渐变得模糊，融入了黑暗之中。取而代之的是，周围那些模糊的面孔更加清晰了，他们的眼神带着绝望、愤怒、悔恨，好像在控诉着某种罪行。每一张脸都似曾相识，像是我曾经见过的人，却无法记起他们的名字。列车不知何时停了下来，车门无声地打开，外面是一片昏暗而朦胧的站台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奋力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冲出车厢。当我踏出车门的那一刻，耳边传来低沉的声音：“欢迎下次再来。”我回头望去，列车缓缓关上门，消失在黑暗之中。空荡荡的站台上，只剩我一个人，四周静得让人窒息。我掏出手机想要联系家人，但屏幕上却显示着一个陌生的日期，10年前的今天。我浑身发冷，茫然地走向站台出口，但发现不管怎么走，总是回到原点。周围的灯光逐渐熄灭，只有月台的中央还留有一盏昏暗的灯光，好像在等待着下一个不知名的乘客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自己也成了这里的一部分。在一个夏夜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小镇的车站，准备搭最后一班回家的列车。这个车站老旧又偏僻，只有稀疏的几盏昏暗灯光照亮着空无一人的月台，空气中混杂着湿气与腐烂的味道，令人感到不适。车站的灯光有些闪烁，像是随时会熄灭。寂静的环境只听得到我脚步声在空旷的地板上回响，时不时能听到远方传来轻微的低鸣声，好像有人在压抑着呻吟，声音细微的令人起疑，却又若隐若现，无法确定来源。我甩甩头，告诉自己只是错觉，也许是风声。我走到售票处，发现工作人员早已下班，只有一台自助售票机亮着微弱的灯光。我插入硬币，选择了回程的票。这时候，背后忽然传来细碎的脚步声。回头一看，发现是一个穿着校服的少女站在不远处，她的头低垂，长发掩住了大半张脸，双手抱着一本书。那个时刻，我心里涌起一股异样的感觉。车站这么偏僻，这么晚了，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而且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。你在等车吗？我尝试搭话，声音在空荡的月台上显得有些突兀。她慢慢抬起头，露出苍白的脸，眼神空洞而无神，嘴唇微微颤抖，好像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，转身朝月台的另一边走去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隐约感到一丝不安，但无法具体说出为什么。等车的时间格外漫长，月台的钟表显示着列车还要15分钟才会抵达。为了打发时间，我拿出手机开始滑动社交平台。几分钟后，我注意到那个少女还是站在月台的另一端，一动不动地望向远方。那姿势怪异，好像根本不是在等车，而是在等待什么更加恐怖的东西。忽然，一阵冷风吹过，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月台的灯光也在这时忽明忽暗，灯光闪烁之间，我瞥见那少女的影子在地板上拉长，然而影子却不仅是她一个人，还有另外几个模糊的人影紧紧围绕着她。那些影子明显不属于这个空间。我揉揉眼睛，再次看去，影子已经消失不见了。然而，心里的不安感愈发强烈。突然，车站的广播响起，音质失真，仿佛从远古的地方传来一样。注意，末班车将于5分钟后进站，请所有乘客做好准备。我抬头看向月台，却发现那名少女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。她到哪里去了？她怎么可能无声无息地消失？就在我困惑之际，一个轻微的呼吸声从我耳边传来，好像有人就在我身旁。我猛然回头，但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空无一人的月台和遥远传来的列车声。不安蔓延至我的四肢，我开始步向月台边缘，准备等列车到来，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。突然，我的肩膀被一只冰冷的手按住，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僵硬起来。我慢慢地转过头，看到那少女苍白的脸就近在咫尺，
瞳孔深不见底，像是凝视着深渊。你有看到我的书吗？他的声音冰冷而轻柔，仿佛从遥远的深处传来，似有似无，带着一种令人心寒的阴森。书，我脑中一片混乱，只能结结巴巴地回应：什么书？他的目光变得更加尖锐，嘴角微微扯动，是一本旧书，很重要。我的心跳加速，直觉告诉我不能让他继续靠近，于是我强行转开视线，企图挣脱他的手。就在这时候，列车的灯光终于在远处的轨道上出现，我心头涌上了一丝希望，心想只要上了车，一切应该就会好起来。列车缓缓驶入月台，门打开了，我快速冲了上去，进入空无一人的车厢。然而，当我坐下后，车窗外竟然还能看到那名少女站在月台边缘，默默地注视着我，像是充满哀怨。列车缓缓开动，视线逐渐远离月台，我松了一口气。然而，当我低头准备拿出手机时，发现自己的膝盖上竟然放着一本陈旧的书，封面泛黄，上面印着模糊的书名。直觉告诉我这本书正是那名少女寻找的。心脏开始急剧跳动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书怎么会出现在我身上。我抬头望向四周，车厢里安静得可怕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试图将书扔到地上，但手指却不听使唤，反而不由自主地翻开了书页。书中的文字模糊难辨，像是被水泡过，却又隐隐浮现出一行行断断续续的字句：不要逃，回到车站，完成仪式。那些字像是有生命一般，逐渐渗入我的脑海，伴随着一阵阵头痛，眼前的视线也开始模糊起来，仿佛书中的力量正在侵蚀我的意识。我想大喊，想挣脱，但却无法发出声音，思绪逐渐陷入黑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我再度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正站在车站的月台上，手里依然紧握着那本旧书。身边的景象让我震惊，这里并不是原来的车站，而是一个布满青苔的废弃车站，四周荒凉，没有任何灯光。远处隐约传来哭泣声，像是有人在诉说着无法解脱的悲哀。我知道自己被困住了，无法再离开这里。似乎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有一名乘客被这本书引诱而来，彻底消失在这个被遗忘的车站，而我成了下一个灵魂的承载者。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